当你隐藏在群众之中的时候，你是会做出好的行为，还是令人发指的行为呢？那么在这个单元呢，我们要介绍的是去个人化啊，英文称之为 de-individuation 啊 ，individual 本来是个人，加了 de 之后就表示去除的意思。那这样子情境通常指的是什么？就是尤其我们在很多人聚集的场所，或者是在街头上面，那么大家群众很多，但是彼此互相不认识，或者我自己的身份也不会被人家辨识出来。这是一种去个人化的这个情境哈。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境呢，其实不管是历史学家、心理学家，都曾经就是作为他们这个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课题哈。譬如说同样也是在19世纪的末期，另外一位的法国的作者哈 Gustave Le Bon， 他写了一本书呢，大概英文翻译成 The Crowd， 就是讲这个群众哈。那他这个里面有一句话，当然他对这个群众有高度的怀疑跟不信任，所以他说群众的这个智力总是比单独的个人要来得低要来得差，要来得不足所以 the crowd always intellectually inferior to the isolated individual 那所以我们讲的这个去个人化，就是在一些大众群体的这个情境呢，它可能会相当程度的减少我们个人的身份的这种显著性，或者被辨识的承认这个机会。也因为如此呢，那么减低了我们对事物或者行为的这种公共的责任感。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常常会让人有的时候会做出一些可能是很负面、平常不敢做或者不愿意去做这样的一种行为。这是我们在 de-individuation 的情况之下常常会看到的这个例子那社会心理学家的这个实验其实也看到比如说有一项很简单的实验，就发现说找了一些女性的这个受试者或参与者把他们放在一种匿名，也就是说已经去个人化的这个情境，那么他对另外一些学习者的这个表现呢，他可能就会产生更多的这个攻击性的这种所谓电击，用电击的方式来说用电来增加他的这个学习的效果那么在台湾的这个社会里面呢在2012年曾经有一部引起很多大家瞩目讨论的这个电影，称之为 BBS 乡民的正义。那这个故事当然我们今天不会有机会去谈它的这个细节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它描述的也是一种近似我们所谓的去个人化的情境。也就是说，它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团体的规模，很多的人在现在网络的世界呢，都可以隐姓埋名的虽然你会有一个 ID， 但这个 ID 呢，大概我们很少有机会去了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真正拥有这个 ID 所以这种一种匿名性，还有一种大规模的这个量通常是造成去个人化的情境的这个关键那么在国外的也有相当多的这个事件历史上比如说在美国的社会里面，曾经有所谓的3K 党做出很多令人发指、违法、迫害其他的种族的这个行为那么这个也是一种去个人化的这个情境。那么大家可能稍微把这个记忆往前拉回到最近比如在法国的这个社会最近发生所谓的黄背心事件那么起源原来是计程车司机或者以这个交通工具为生的这些很多的法国人民，对于政府突然要这个提高这个燃料税感到这个不满，然后他们就身穿黄背心代表彼此之间是一个群体的这个联系。但是你一旦穿上这个黄背心之后呢，其实大家都只认为你是黄背心的这个 group， 你却可以因为这样子呢，不需要去彰显个人是谁，没有人会知道说你是张三还是李四还是什么样特殊的人。那么你在借由这种去个人化这个情境，有的时候你就会做出一些虽然说这个黄背心的这个族群有他们的这个诉求，可是他们对这个法国的社会呢也产生非常大的冲击。那这些都是在这种匿名，然后又是团体非常多人的这个情况之下在这种去个人化的情境产生的这种行为。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去个人化的情绪化都一定是一个负面的效果哈？这也不尽然哈。有的时候，如果说你穿上的不是黄背心，而是带上，比如说这个像有一些救济团体的，比如说红十字的这个背心，或者是有一些像我们台湾很著名的慈善的机构，好，他们带上他们很这个具有代表性的这些制服或者衣着的时候，这个时候反而代表另外一种比较正向慈善，或者是做一些善行的这样的社会的规范的时候，即便你是在一个去个人化，因为你自己不会被辨识出来你到底是商还是理事做这些好事，但是你会随着这样子一个共同的符号所代表的共同规范来做出一些正面的行为。所以去个人化在过去的历史上看到它很多负面的这个效果，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强调一下，去个人化如果说它能够跟正向的意向、正向的规范连接的话呢，它也可以产生很多正向的行为。